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吴轩，我们好久不见啦。最近呢，我刚结束我的版型课程，是北中南都有的巡回讲座，一共有11场，所以我失踪了一段时间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会新增一系列的教学影片，就是在这次讲座中，同学们最常见的几个问题，我把它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啦。不要忘记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你有什么问题，也欢迎留言给我哦。来，那最后问问题时间。刚刚我这是你吗？还是要请谁说你的问题？等一下一起问。好，你说。老师，那个包包要做包包的时候，你的厚度要选择。好，厚度是这样啊。我们一般来说，我们今天做的这些包，大概厚度抓在1.2、1.6、1点多都可以啊。做到2米就会比较硬底，比较粗厚一点。好，那如果你今天做的是像这种比较软，好，那这个的厚度大概是1.4左右啊。所以实际上今天说一个包包的厚度，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，因为皮料的物性很丰富，有多种啊。它可能虽然说它很厚，可是它说不定有经过衰软，像那种纳帕皮，它是不是就很软啊？你虽然说它很厚，但它也会因此变体啊。你可能要贴衬它才会贴。那有些皮它可能没有经过衰软啊，就像一些植鞣革，你把它削薄，但是它可能还是蛮硬的啊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就是说皮革厚度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值，有时候你拿1.0的跟1.6的皮去做它，也可以做。那我同一块皮把它削到1.4再去做，它可能感觉就更柔软一点，但是看起来也还 OK 啊。好，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是看个人的手感喜好，所以我觉得要综合的判断，它没有一定的标准。你用不同的厚度，用同一个版型做，它提出来的感觉都不一样。那我只能说，最好是你依据你现场买的时候，你拿这个图给他看，我最后做出来呢，会像是我想要呈现这样的质感。那你建议我用哪一种皮啊？然后厚度建议多少？这样会比较精准。所以没有一个真的准确的一个厚度是多少。好，所以如果说像做我们今天这种大包款的话，我还是可以给你一个范围啦，大概是1.2、1.4这种就是偏薄，然后1.8、2.0这种就是比较偏厚，那大概就取中间值，找一个你比较喜欢的厚度就可以了。那如果今天你做的不只是包你可能要做长短夹，那种厚度更麻烦，因为长夹短夹它除了是包含外面的那个外皮，还有里面的卡槽，外皮里面还有内里。你如果全部都用皮做，你一个长夹就要4、5种厚度，就有很多个所以就很麻烦。那我会不建议一开始新手朋友你一开始就去做那种长夹，因为你可能就要想好很多厚度，然后请人家帮你骗，那个还不是只是骗边缘你是整个厚度都要骗好。所以这种最好就是一开始买材料包，或者有人老师能够替你准备材料，那才会新手才开始做这种长短夹会比较好，不然的话，我觉得先做包包或者做厚度比较一致的会比较适合，不然你买很麻烦。OK， 以上就是这次影片的内容，有解答到你的疑问吗？不要忘记帮我订阅、按赞、留言，以后还会有更多影片哦。